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科扎克被解职，俄打算最后挣扎。波兰边境全面封锁，扎波罗热突袭，乌情报部门破坏行动致18名俄军军官丧生。乌克兰再度炸毁俄最大炼油厂，俄方弃守部分设施。泽连斯基公布 A、B 计划战争与筹资并行，北约资助武器以抵乌，更多援助正运送途中。首度，特朗普政府批准对乌军援，启动美欧联合攻武机制。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9月17日，俄罗斯媒体披露，俄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德米特里·科扎克已经被解职。科扎克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与克里姆林宫高层的思路并不一致。自1990年以来，他一直是总统的亲密顾问。不同于大多数俄国精英，他从未公开支持这场战争，并且在2022年2月时，还是唯一一个明确反对全面开战的人。在过去几个月中，科扎克多次建议立即停止战争并与乌克兰恢复谈判。正是因为这种立场，他最终被从核心权力层边缘化，并走到了被解职的一步。对此，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解释称，科扎克是根据个人意愿辞去了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究竟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迫离开已不再重要。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人事变动传递出一个明确信号：俄罗斯无意与乌克兰和谈，而是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尽管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但俄罗斯依然没有达到最初设定的战略目标。克里姆林宫坚信，在俄经济彻底崩溃之前，乌克兰会先行垮塌。如今的俄罗斯不仅坚信自己可以击败乌克兰，甚至连北约都被视为不足畏惧。9月10日，19架俄罗斯无人机侵入波兰领空，这并非误入，而是一场有意的试探。随后，俄无人机又出现在罗马尼亚。与罗马尼亚的冷处理不同，波兰表现出更为强硬的反应。波兰外长与国防部长纷纷前往乌克兰取经，学习如何拦截无人机以及推动军工合作。同时，波兰宣布封锁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口岸，在加里宁格勒地区增派4万名士兵，并向北约寻求援助。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的态度转变尤其显著。上任之初，他原本有意对乌克兰施压，以向俄罗斯示好。然而，俄无人机入侵波兰的事件迅速让他清醒过来。如今，他不仅呼吁北约在波兰部署驻军，还向美国索要更多援助，计划增加国防预算，甚至希望在本国领土上部署来自美国或法国的核武器。这些举动让俄罗斯颇感意外，但对波兰来说却是历史经验使然。毕竟，波兰历史上多次遭到东西两面夹击，甚至失去过国家独立。因此，面对俄罗斯，波兰一向保持极高的警惕。此次面对无人机入侵，波兰选择彻底封锁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将潜在威胁隔绝在国境之外。从安全程度看，波兰的做法无可厚非，但这种举措直接导致中欧班列受阻。原本这些班列经满洲里、阿拉山口出境，穿过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如今因边境封锁，运输线路被迫中断。尽管各方紧急磋商，但波兰依然拒绝重开边境。9月16日，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公开表示，波兰不会恢复与白俄罗斯的边境通道。波兰内政部进一步声明，即便俄白西方2025演习结束，边境口岸依然保持关闭。其理由也很直白，如果俄罗斯复制2022年闪击基辅的战术，直接通过铁路突入怎么办？因此，波兰宣布与白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白俄罗斯停止混合攻击并释放被监禁的波兰公民。这一切表明，波兰有其自身的立场和诉求。问题的解决仍需俄罗斯与白俄罗斯采取实际行动。若非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原本不会走到封锁边境的地步。但战争已持续3年多，如今再度爆发这样的冲突，责任归属已不难判断。与此同时，另一则重要消息也引起关注。9月18日，立陶宛宣布切断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的跨境电力线路，并计划切断与白俄罗斯连接的输电线路。至此，波兰封锁边境，
立陶宛切断电力通道，俄罗斯在欧洲的通路被进一步封堵。一步步走来，俄罗斯不仅将自己推向全球公敌的地位，也在过程中间接损害了不少国家的利益。这究竟该如何收场？恐怕仍需时间来揭晓答案。9月18日，乌克兰我要活下去项目发布报道称，乌克兰情报部门在扎波罗热地区发动了一次精心策划的破坏行动，导致俄罗斯第35级团军司令部的18名军官丧生。据悉，这起事件发生在2025年8月30日，地点位于扎波罗热州沃斯克列先卡村附近。当时，乌克兰情报部门在俄第35级团军的指挥所周边点燃干草，火势迅速蔓延至指挥所房屋和掩体。由于大量一氧化碳烟雾涌入，掩体内的俄军军官和作战人员被困其中，最终未能逃生。这场破坏行动造成严重后果，俄军损失惨重。丧生的18名军官包括1名上校、3名中校、6名少校、4名上尉、2名中尉、1名少尉，以及1名军衔未列明的人员。死者之中不乏掌管导弹、炮兵、电子战以及作战部队的核心军官。乌克兰方面公布了全部18名死者的军衔、职位和身份细节，并严正警告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任何占领区内，他们都绝不安全。事实上，这并非乌克兰情报部门首次在俄战区展开破坏行动。早在2023年12月2日，就曾有2名女性向俄军提供掺有毒物的烈酒和零食，导致20名俄军士兵中毒身亡。近年来，乌克兰情报力量在被占领地区多次实施行动，手段涵盖暗杀、突袭、爆炸以及针对俄军内部的消灭行动，甚至包括对投降人员的处置。这些行动显示出，俄军在乌克兰所占领的地区日子并不好过，随时可能遭遇无法预料的袭击与破坏。9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再次发动远程奔袭，对俄罗斯境内的重要能源设施展开打击。其中，位于伏尔加格勒的卢克石油伏尔加格勒炼油厂遭到袭击。这座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规模最大的燃料和石油产品生产商，年炼油能力高达1570万吨，占据俄罗斯全国石油加工总量的约 5.6%。据最初传出的消息显示，炼油厂已被迫紧急停产，但何时能够恢复维修和运转仍是未知数。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对位于巴什科尔托斯坦萨拉瓦特市的萨拉瓦特炼油厂实施打击。该厂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1300公里，年产能在1000万吨以上，被视为俄罗斯能源版图中的关键节点。袭击造成其核心装置之一 AVT-4 装置发生猛烈火灾，该设施是维持整个炼油体系运转的关键环节，损毁之后迫使炼油厂不得不紧急停工维修。这一次无人机远程奔袭1300公里，再次显示出乌克兰无人机作战能力的显著提升。而自今年8月以来，俄罗斯境内包括萨拉托夫炼油厂、基里什斯基炼油厂在内的至少15座大型炼油厂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接连打击，能源体系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炼油厂。近期，他们还跨越1600公里远程奔袭，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境内的 Metaflex 化工厂。该厂在2023年刚刚投入使用的新型尿素生产设施在此次袭击中受损。在持续不断的袭击背景下，俄罗斯能源体系已经出现明显裂痕。9月18日，俄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负责人亚历山大·久科夫公开表示，作为政府稳定燃料市场的应急措施之一，公司已决定推迟鄂木斯克炼油厂的例行维护工作。俄罗斯方面不得不放弃部分炼油厂的计划性维护，以确保关键炼油厂能够继续维持生产。然而，这一策略同时意味着大型炼油厂将更容易成为乌克兰无人机的打击目标。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料市场的紧张态势已经难以掩盖，汽油批发销量降至2年来的最低点，价格屡创新高，民众加油难的问题不断恶化，部分地区甚至出现加油站直接关闭的局面。随着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厂、油库、油气管道、港口码头乃至化工工厂展开密集打击，
俄罗斯在能源战线上所付出的代价正逐渐变得无法估量。这场无人机战争不仅削弱了俄罗斯的石油加工与化工产业，更在深层次上动摇了其国内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9月18日，标志着俄乌战争进入第1303天，东斯拉夫双方军队在各条战线上依然展开殊死鏖战。当天，俄罗斯发射了75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其中乌军成功击落48架，无人机在6个地点造成撞击。与此同时，乌克兰发起反击，出动数十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莫斯科、萨拉托夫、罗斯托夫、伏尔加格勒等10个地区，克里米亚及乌东地区也遭到袭击。据俄方情报部门消息，乌克兰空军出动 F-16战斗机对库尔斯克的俄罗斯军事设施实施打击，而俄国防部称，在多个地区至少击落了43架乌克兰无人机。在苏梅边境的金德拉季夫卡北部湖泊中，漂浮着数十具俄罗斯士兵尸体，乌军在该方向继续包围尚未撤离的俄军。俄罗斯媒体罕见承认，金德拉季夫卡与奥列谢夫卡可能会被迫放弃，但撤退的前提是必须先解救出被乌军71旅和78旅围困在奥列谢夫卡的俄军1443摩步团。目前，该团依靠无人机投送补给，形势极为紧迫。战场最新动态显示，在别尔哥罗德和库尔斯克地区，乌军稳住占据的阵地，进一步压制俄军，造成其损失不断扩大。苏梅方向，乌军继续攻击阿列克谢耶夫卡等定居点，俄军面临更大压力。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军企图向市区渗透，但被乌军有力阻击。第425突击团1周内俘虏了17名俄军士兵，更多俄军正在被俘或消灭。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乌军继续对俄军实施包围和消灭行动，灰色区域进一步扩大，被围困的俄军数量不断增加。哈尔科夫方向，乌军利用特制燃烧弹攻击俄军阵地，迫使其撤退并消灭。乌军第57旅俘虏了1名在俄军服役的肯尼亚籍田径运动员。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尝试在新希尔卡镇西北部站稳脚跟，但遭到乌军火力打击。目前，俄军所有建立据点的尝试均告失败。在扎波罗热、莱曼等方向，战线变化不大，但乌军摧毁了俄军山毛榉 M2 防空系统等装备，持续给俄军造成损失。此外，9月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公布乌克兰的 A-B 计划。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在苏梅的攻势失败，在重新部署军队后损失更加惨重。乌方 A 计划是希望在明年结束战争， B 计划则是筹集1200亿美元以维持战争。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自身可以解决600亿美元，剩余600亿美元将由盟友筹集，这并不是难题。泽连斯基还敦促欧盟对俄罗斯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强调俄罗斯将承受更大代价。同日，乌克兰议会批准与英国的100年伙伴关系协议，英国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拨出30亿美元，提供150套火炮、新型机动防空系统，并进行强化训练，支持远程武器生产。同时，在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成为乌克兰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份协议将进一步稳固英乌关系，对于乌克兰赢得战争与战后重建、融入欧洲具有重要意义。9月17日，欧洲议会议长梅索拉在乌克兰议会发表讲话，表示欧盟已向乌克兰提供1690亿欧元约2000亿美元援助，其中包括630亿欧元约746亿美元军事援助。梅索拉同时指出，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9轮制裁即将公布，并计划在基辅设立欧洲议会常设代表处，以示欧盟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与承诺。9月18日，根据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 Pearl 机制下达成的协议，首批军事装备已运抵乌克兰，预计很快还将有更多装备交付。消息人士称，更多援助计划已在路上。目前 Pearl 机制已为4个援助计划提供资金。泽连斯基表示，根据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 Pearl 机制，2项军事援助计划将包括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弹药。
欧洲已经筹集20亿美元的资金，预计首批共计100亿美元的武器。9月17日，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已根据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 （PEARL） 机制批准向乌克兰运送2批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在持续升级对俄罗斯的制裁之际，西方国家正准备采取更降力度的金融手段，直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本金，以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据悉，这笔被冻结的俄方资产总额高达1700亿欧元。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欧盟目前正在制定一项新计划，拟通过这一巨额资产的再利用，为乌克兰提供长期、系统性的财政和军备支持。据透露，欧盟准备将大部分被冻结资产用于购买欧盟发行的无息债券，随后通过债券募集到的资金分批转交乌克兰使用。此外，欧盟还在考虑设立一个特别基金机制，以此吸纳包括非欧盟国家在内的广泛参与者，从而扩大对乌援助的国际合力。与此同时，美国白宫方面也向欧洲盟友施压，要求其不仅应动用俄罗斯资产所产生的利息仅2024年便达500亿美元，更应大胆启用本金，为乌克兰的长期抗战提供坚实后盾。据悉，欧盟各国财政部长将在本周于丹麦召开会议，重点讨论该提案的实际操作路径与法律可行性。这场讨论不仅关乎对乌克兰的新一轮援助，更标志着西方对俄制裁策略迈入新阶段。一旦该计划得以实施，乌克兰将获得空前规模的财政支持，为其军备扩充提供强大助力，尤其是在采购美制武器方面将具备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也证实，乌方已从国际合作伙伴处获得超过20亿美元的资金，这笔资金将全部投入名为 PEARL 的采购项目。该计划旨在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先进军事装备。据悉，到今年10月，乌克兰预计还将获得更多 PEARL 专项资金，总额有望达到36亿美元。此外，据《金融时报》透露，美国还将向基辅提供超过33000套 AI 攻击无人机组件。这种新型技术可实现无人机集群作战，不仅显著提升乌军的作战能力，也具备在救援、应急等多领域的广泛应用潜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领导下的政府首次批准由北约盟国出资的对乌克兰军援。这项军援将通过新设立的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 PEARL 机制执行。美国将从自身军火库存中提取最多2批，总额达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用于支援乌克兰。这一举措标志着华盛顿与欧洲盟友在军事合作方面的重启，也代表跨大西洋防务协作进入新阶段。最终目标是为基辅筹措总额高达100亿美元的军援。据路透社报道，这是美方首次批准由盟国出资、由美军库存提供的对乌军援。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该机制下的第一批军援计划已获正式核准，并有望在短期内发运至基辅。这一决定象征着美国在暂停一段时间后恢复了对乌武器供应，但不同于以往的是，此次军援建立在与北约成员国之间全新的财务安排基础之上。这是美方与其盟友首次启用 PEARL 机制，由北约成员国出资，从美国军备库存中提取乌方急需的武器装备，直接向乌克兰交付。2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政策次长埃尔布里奇·科波吉 （Albrecht Kobe） 已批准动用最多2笔，每笔5亿美元的武器供应。PEARL 机制的启动被视为美欧之间战略协调的重大进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更快速、更灵活的援助渠道。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军事援助主要通过军售形式进行，或运送由前总统拜登授权的捐赠装备。此次批准的新军援机制代表着对乌政策的一次明显调整和突破。尽管消息人士未透露已获批准的具体武器清单，但他们表示，军援内容涵盖了防空系统。乌克兰当前对此类装备的需求极为迫切，尤其是在俄罗斯加强无人机与导弹袭击的背景下。据专家分析，乌克兰近期的军备需求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主要仍集中在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作战系统、火箭及火炮等领域。其中一名了解 PEARL 机制运作流程的消息人士表示，该机制已通过五角大楼政策部门的全面审核，
目前正按部就班地推进后续程序。他指出 ，Pearl 正是乌克兰方面反复提出的诉求之一。这项机制所涵盖的诸多装备，是支撑乌克兰前线稳住战局的关键所在。你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